在湖北深山里，一个四面悬崖的山顶上，藏着一个悬空孤寨，这里活人和死人同居一屋，还有令人大开眼界的岩洞居民，他们与世隔绝100多年。这个村寨至今不通公路，从山下仰望，你只能看到白云缭绕的绝壁，根本无法想象山顶上竟然隐藏着一个完整的村庄。它就是榆木寨。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他们衣食住行怎么解决呢？他们的先辈清朝富豪们为何要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藏起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层层揭开这座悬空孤寨的神秘面纱。要想了解榆木寨，就必须先体验一下进入村子的感觉。说实话，这根本不是路，而是对所有恐高症患者的终极考验。榆木寨是一个保存极为完好的土家族山寨，坐落在中国湖北省利川市的大山里，寨顶海拔1300余米，鸡鸣天上，人居云中。车只能开到山下的一个新村，再往里就没有相当于现代的路了。当地人称它为天险之城，这可不是什么商业吹捧，而是用生命走出来的真实感受。因为它只有3个入口，每一个都像是游戏里的地狱级关卡。我们先从南大门看起，2座巨大的悬崖像2把利剑插在地上，而在它们交汇的地方，形成了一道薄得像刀刃一样的山脊。南大门的入口就是在这道山脊上用石板铺成的一条小路，这条路大概2米宽，最窄的地方真的就只够1个人勉强通过。你走在上面，左脚边是深渊，右脚边还是深渊，低头一看，云雾都在脚下缭绕，500米的垂直高度足以让任何胆大的人心跳加速。路的尽头是一座用巨大石块垒起来的寨楼，高大宏伟，是清嘉庆4年为防御白莲教而修建。寨楼的顶部开着大大小小的孔洞，那可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古代的瞭望台和射击口。这哪是人住的村子啊，这分明就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军事堡垒。当年的守卫们就是从这些洞口向下观察、射箭、扔滚石的。古人有句话形容的特别到位：悬崖梁上建寨楼，一夫把关鬼神愁。意思是，只要有1个人守住这里，就算是鬼神来了也得发愁，这防御力简直拉满了。但你以为这就是最险的路了？千万别这么想。榆木寨除了这个正门，还有2个更变态的入口，是从峡谷谷底垂直向上来的栈道，其中一个叫三阳关。这里的通道根本不是修出来的，而是在垂直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的绝壁梯，共32步，每步宽约50厘米，学深不足20厘米。有一段路，当地人称之为手扒岩，因为你根本无法正常走，只能像壁虎一样手脚并用，抓住岩壁上凿出的月牙形石窝，一步往上翘，脚下就是翻滚的云雾，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当年他们的先辈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他们先在坚硬的岩壁上凿出洞，然后把结实的石条像钉子一样嵌进山体里，一层一层往上叠，最后在上面铺上石板，就构成了一条让人心惊胆战的悬空梯，设计巧妙，达到了人在卡内不知卡前有路，人行卡外不知崖内藏关的境界。据说啊，这里太险了，连最擅长飞檐走壁的山羊都过不去，所以叫山羊关。还有个传说是，古代一位土司带兵攻打这里，打了整整3天3夜都没能攻下，所以叫3日关。后来为了听着文雅点，就改成三阳关。不管是哪种说法，都在告诉你一件事：这里是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至于第3条通道，是东边的亮梯子，那是极限挑战者的独特通道，它同样是从峡谷底部上来的栈道，但危险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就是原始的梯子，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共28级，每级用长约 1.5 米、宽约40厘米的石板一头插入岩壁，一头悬空建成，每2级间各自悬空亮开，脚下就是一望无际的深渊。时至今日，敢走这条路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亮梯子和手扒岩2段都是明代以前所建古路。好了，3个入口介绍完了。你可能会想，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非要把家安在这种地方？
每天出门买包盐都得经历一次生死考验，这日子还怎么过？别急，当你真的爬进寨子之后，会发现里面的世界和外面完全是两码事。而寨子里的居民早就练就了一套独一无二的生存法则。当你手脚并用时，心惊胆战地爬上绝壁，越过雄关，眼前的情景会让你瞬间惊掉下巴。想象一下中的悬崖之顶应该是怪石嶙峋，寸草不生，但榆木寨完全颠覆了你的认知。与外部的险恶肃杀截然不同，寨子里面地势平坦开阔，林木异常茂密，空气清新的让人想大口吞咽。更神奇的是，这里完全不像一个孤悬山顶的地方。走在寨子里的小路上，两旁是田地和老房子，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之感。我们走访调查发现，整个榆木寨里只有20多户人家，并且大多是年迈的老人。他们守护着祖辈留下的老房子，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但是鼎盛时期，这里曾居住着500多户人家，只是随着时代变迁和交通的不便，绝大多数居民都搬到了山下的榆木新村。榆木寨有天下第一土家山寨之称的美誉，这里的土家族和苗族占总人口60%以上。这地方老百姓的风气还保留着古人传下来的样子，特别原始。寨里土家族的男男女女穿衣服都爱选蓝的、青的这些颜色。吃饭做菜呢，就好那口酸溜溜、辣乎乎的味，吃着才过瘾。对于当地人来说，有2个特别重要的事，一个是赶草坝场，这可是寨里独一份的乡亲大会；另一个是戏吹戏打，算是大伙最爱听的音乐节。每年秋收完了，没结婚的小伙子姑娘们就会在谷垛子和树林子之间来回转悠，这边锣鼓敲得热闹，那边你唱一句情歌，我会一首小调，一群青年男女都在这儿寻找自己的爱情和缘分。看到这里，你肯定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生活在这样一个4面悬崖的山顶上，水源和食物从哪里来呢？这恰恰是榆木寨最神奇的地方之一。没错，在这座大山的山巅之上，竟然有天然的泉眼，水源可以自给自足。这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这座天空之城提供了最根本的生命保障。解决了水的问题，吃的问题也就好办了。榆木寨的先民们展现了极高的农业智慧，他们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垦出了一层层的梯田。为了灌溉，他们利用山顶的洼地修建了9个堰塘，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简易的蓄水池或小水坝。光靠堰塘接雨水还不够，他们还沿着山势的走向修建了密如蛛网的水沟。这样一来，山顶的每一滴雨水，每一股从岩缝里渗出的泉水，都会被这些水沟截流，乖乖地汇聚到堰塘里。需要用水的时候，打开堰塘的开关，水又会顺着另外的沟渠流到每一片梯田里。这一整套精密的灌溉体系，让榆木寨成了一个可以闭关锁国的独立王国，就算被围困个1年半载，内部的粮食供应也基本不受影响。在榆木寨，除了我们能看见的寨子，还隐藏着一种更为古老和原始的居住方式，那就是岩洞居。简单的来说，就是住在岩洞中。整个榆木寨分布着许多天然的岩洞，这些洞穴采光通风良好，冬暖夏凉，是绝佳的天然居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寨子里有多达120多户人家都居住在这些岩洞里，而住在山顶平地上的反而只有10几户。直到1986年，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最后一批洞穴居民才搬出岩洞，住进了新房。这些岩洞并非我们想象中简陋的土坑，我们带大家进去一探究竟。从遗迹来看，榆木寨居民们对洞穴进行了精心的改造，他们用规整的条石砌成洞口的前壁，上面盖着瓦片以便排水。有的洞穴内部布局还非常讲究，分出了厅堂和卧室，甚至有石门、石窗，以及连接上下层的回旋石梯。洞外通常是土地肥沃的缓坡，便于耕作，周围竹林茂密，景色宜人。当地人非常喜欢使用石制工具，石盆、石桶、石缸、石桌、石凳随处可见，造型古朴而别致。这些冰冷的石头
在他们手中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的日用品。从一些洞穴的名字，如冰洞、造腔岩洞、之前岩洞等，我们可以推测，在古代，这些洞穴不仅是民居，甚至可能还是重要的军事和手工业基地，见证了榆木寨曾经屯兵驻扎、刀光剑影的历史。然而，无论是平地上的古宅，还是悬崖上的洞居，都比不上榆木寨接下来要揭秘的这个习俗来的震撼。这可能是你听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居住方式，那就是人鬼同屋。榆木寨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感到神秘的是其独一无二的丧葬文化——人鬼同屋，又叫人坟同屋。在中国的汉族文化中，人们对死亡通常是讳莫如深的，坟地一般都设在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清明节去扫墓都得挑个阳气足的大白天。但在榆木寨，土家族的先民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死观。他们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回归自然的另一种形式。因此，他们发展出了2种极为特殊的墓葬传统。第一种叫做生基，就是说，墓主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规划并修建好了坟墓。他们亲手设计自己的100年之后的居所，仿佛只是在为未来准备一栋新房子。第二种，也是最令人震撼的，叫做碑屋。他们会将祖先的坟墓直接修建在后人居住的堂屋里，相当于修在家里的客厅之中。想象一下，客厅最正中的墙壁不是挂着电视或画作，而是一块巨大而华丽的墓碑，墓碑之后就安葬着祖先。这种活人与逝者共处一室、阴阳一体的格局，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极为罕见。每逢过年过节，后人们会带着食物和酒水，在墓前与祖先共饮共食，仿佛逝去的亲人从未离开。他们将祭拜祖宗与祭拜神灵融为了一体，坦然地面对死亡。这种对死亡毫不避讳，甚至有些亲近的坦然态度，和主流文化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它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观和宇宙观。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被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对待的坟墓究竟长什么样？他们会被修建成什么样，才能配得上这份独特的殊荣？别急，接下来我们就去探访一下寨子里最著名的几座地下宫殿，看看当年的榆木寨土豪们是如何把财富和权力以一种极其夸张的方式永远地凝固在石头上的。在榆木寨，有2个姓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是程氏，代表着富可敌国的财富；另一个是项氏，则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他们留下的墓葬，就是这场财富与权力竞赛的终极舞台。我们先来看全寨现存最大、最豪华的一座墓葬双寿居。这座墓的主人是清代榆木寨的首富程永高和他的妻子。他建于清朝同治5年，也就是1866年，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第一眼看到它，你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座坟墓，而会以为自己闯进了一座王公贵族的府邸。整座墓葬占地面积达到110平方米，是一个宏伟的3门2进庭院式结构。因为太过气派，它甚至被一些人夸张地称为民间的13陵。更有趣的是，这座墓在最初修建的时候，顶部是有梁有瓦的，看起来就像一座完整的房屋。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据说就是为了迷惑盗墓贼。谁能想到，这么漂亮的房子底下埋着惊人的财富呢？走进墓园，你会被它精妙绝伦的石雕艺术彻底征服。墓园左右各开一个侧门，左边的叫自在宫，门楣上雕刻着一幅热闹的迎亲图，有抬轿的，有吹鼓的，栩栩如生。右边的叫逍遥亭，门楣上则是舞龙捧圣和一幅荣归图，描绘了主人衣锦还乡的场面。穿过侧门，来到庭院中央，是一座3层飞檐的门楼，匾额上龙飞凤舞地刻着双寿居3个大字。门楼2侧的石墙上，用草书杨刻着巨大的福寿2字，气势磅礴。整座墓葬的石雕多达100余件，内容涵盖了人物、动物、忠孝故事和当地风情，简直就是一座石刻的民俗博物馆。然而，在所有这些精美的雕刻中，最让人震惊也最大胆的是墓碑上的龙。仔细看，
整座墓碑上，各种形态的变形龙雕竟然多达70余件。这是什么概念？在等级森严、文字狱盛行的清朝，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民间擅自使用龙纹，轻则杀头，重则灭族。一个偏远山寨的富商，竟然敢在自己的坟墓上雕刻这么多龙，这简直就是在公然挑衅皇权。这一方面说明了程家的财大气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榆木寨山高皇帝远，官府力量难以触及的特殊社会环境。土司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着绝对的权威。如果说程氏的双手居炫的弑父，那么项氏的墓群炫的则是贵。项氏是榆木寨的权贵代表，其中项子墓与双手居同年建成，墓主项子曾被清朝廷赐予9品官职，虽然官不大，但足以让他光宗耀祖了。项子墓最特别的地方是墓碑的顶端被雕刻成了一顶官帽的形状，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做了官。目前原本有一座宏伟的石牌楼，匾额上刻着“皇恩宠惜”4个大字，意思是皇帝的恩典赏赐，尽显荣耀。这座墓最精妙绝伦的设计隐藏在牌楼抱煞的顶板下面，那里有一个由龙身、凤首的动物图案巧妙构成的圆形草书“福”字。这个字远看是一幅画，近看才发现是一个字，一字一画，构思巧夺天工，既含道家阴阳变化八卦积福的哲理，也意含古代8人重蛇的信仰追求，十分珍贵。然而像是墓群里最神秘、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项子母亲的墓，项母墓。这座墓前同样建有刻着皇恩宠赐的豪华石牌坊，但它的墓碑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长方形石碑，而是一根高达2.5米的独立石柱，形状就像一柄直插天地的权杖。这种形态的墓碑在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都是首次出现，独一无二。它究竟代表着什么？是象征着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是与某种早已失传的原始信仰有关？至今专家学者们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它成了榆木寨留给世人的一个巨大谜团。看到这里，谜团非但没有解开，反而越来越多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山顶寨子，为何能孕育出如此惊人的财富和权力？甚至敢公然使用龙纹修建权杖墓碑，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段怎样的传奇历史？别急，最后的谜底马上揭晓。要解开榆木寨所有的秘密，我们必须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几百年前的明末清初。那是一个天下大乱的年代，战乱不断，匪患横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朝不保夕。在当时，利川这个地方虽然身处内陆，但凭借着发达的水陆交通，商业却异常繁荣。榆木寨最早的几户人家，如程氏、谭氏、项氏、邓氏等，就是靠着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中程氏是最有钱的，所以榆木寨最早还叫程家寨。而寨子里的谭氏家族则通过世袭成为了本地的统治者土司。传到第8代土司谭彦相时，他想脱离当时管辖他的石柱县马土司，转而投靠势力更大的万县土司。石柱的马土司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派遣自己的儿子小马率领军队前来征讨程家寨，也就是榆木寨。然而小马很快就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这座山寨。由于程家寨地势太过险要，易守难攻，他发动了几次强攻，都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他改变策略，下令将整个寨子团团围住，想把寨里的人活活困死，耗尽他们的粮草。没想到围困了数月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守寨的谭土司竟然从悬崖上扔下了好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其中几条还正好落在了山下小马的营帐前的树上。看到这一幕，小马彻底绝望了。他认为在这样一座被围困数月的山顶上还能有活鱼，说明寨子里物资充裕，根本不怕围困。他不禁感叹道：我想攻下这座寨子，简直就像是缘木求鱼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最终他选择了放弃，带领军队撤离了。从此
这个缘木求鱼的故事便流传开来，而程家寨这个名字也逐渐被榆木寨所取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坦土司之所以有恃无恐，关键就在于山顶上有充足的水源，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根本不惧怕长期的围困。这段传奇的历史，连同那些古老的关隘和神秘的墓葬，共同构成了榆木寨厚重的文化底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榆木寨从一开始就有人居住。那么，最开始的榆木寨先民是怎么想到费这么大劲，跑到悬崖顶上去建这么一个堡垒呢？答案其实很简单，2个字：求生。还是要说，从明末清初那个流寇四起、匪患横行的年代说起。当时的利川地区凭借着便利的水运交通，与外界通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俗话说财不外露，但在那个没有法律和秩序的时代，富裕就等于危险。这些富商和百姓成了土匪和乱军眼中的移动金库和待宰的肥羊。住在山脚下和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等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暴露在危险之中。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把家园和财富都搬过去。于是，榆木寨所在的这片山顶，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很快发现，这里简直就是天选的避难所。四周的悬崖峭壁是天然的城墙，只需要守住几个狭窄的入口，就能万无一失。更妙的是，山顶上竟然还有平坦的土地可以耕种，有常年不竭的水源可以饮用。这意味着，这里不仅是一个安全的堡垒，更是一个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就这样，为了躲避战乱，守护财富，周边的商贾富户们纷纷带着家产和族人，迁往这片悬崖之上的平地。他们在这里投入巨资，修建起精美的屋舍和完善的防御设施。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建设，榆木寨最终从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发展成了一座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繁华古镇。那些奢华到挑战皇权的古墓，那些人鬼同物的奇特习俗，都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里才得以孕育和保存下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中原文化和土家特色交融，还产生了另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寨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古民居六吉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建于明末清初，占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按理说，土家族的村寨最常见的建筑应该是吊脚楼，但六吉堂却是带有明显中原特点的四合院。在这么一个交通基本靠走、运输基本靠后的悬崖顶上，要修建这么一座占地1000多平米、中心院坝用规整条石铺就、雕梁画栋的四合院，得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座大宅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它那扇不正经的大门。据说房子刚建好时，门是正对着前方山壁的，但主人家做什么都不太顺利。于是他们请来一位风水先生，先生看后建议将大门的方向稍微扭转一下，斜着对向远处两山之间的一个缺口，当地人称压口，以接纳财气。说来也悬，自从改了门之后，家运果然又兴旺了起来。如今这扇邪门也成了六吉堂一个标志性的谜团。宅子内部的墙壁上还用精湛的刀法印刻着南阳柴夫子家训格言，文字生动，书法稳健，这些石雕内容都是书要好学之类的儒家文化思想。这就奇怪了，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山寨，建筑风格却是汉式的四合院，思想内核又是儒家的治家格言。这说明榆木寨虽然地理位置封闭，但在文化上却是个大熔炉。今天寨子里的女人们一个个都很能干，做饭的手艺一级棒。家里来客人了，就会办讨茶，就是端出自己做的阴米子、杂糖这些小零嘴，五颜六色摆一桌子，又香又甜，好吃极了。他们还擅长刺绣，尤其是花袜底，那可是姑娘出嫁时摆在嫁妆里的重头戏，手艺好不好全看这个。榆木寨这座悬崖之上的古老山寨，不仅以其奇险的地理地貌令人震撼，更以其独特的建筑、民俗和人鬼同屋的丧葬文化，
成为了解和研究土家族历史与建筑的珍贵活化石。在历史上，它曾是鄂西边陲一座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土家古镇。而如今，随着年轻一代的离去，古老的寨子显得愈发宁静，甚至有些落寞。曾经的喧嚣和繁华已经远去，但寨子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处雕刻，依然在向我们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关于智慧、勇气和独特文化的故事。然而，也正是这份与世隔绝的宁静，完整地保存了榆木寨的原始风貌。硝烟散尽，匪患无踪，榆木寨依然静静地伫立在悬崖之巅，凝视着山下的世界。它的故事，也许我们今天只触及了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秘密埋藏在那些古老的石板路下、雕花的窗棂间，等待着有心人去继续探寻。好了，今天眼见古今就到这里。如果你也被这个悬崖上的村落所震撼，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一次再带你去看更多中国的奇闻秘境。